我靠 ，iPad Pro 直接晋级 M1 的等级。OK， 好，这个懒人包虽然是有点懒得录啦，那并不是因为没有好的商品，是因为我自己期待的这个商品。应该说，先前爆料者基本上他讲的其他东西都有出现，就是我自己期待的那个商品没有出现，有一点点可惜。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有一些更多的原因。那我事后他现在也在去寻找这些消息，那到时候我得到再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来讲这次发表会到底有什么商品。那首先当然就是一个全新的商品 AirTag， 对，终于出来了。我讲了1年多，然后大家都来说到底要不要出，快点出，是不是根本没有 ？OK， 那现在终于出来了。OK， 那它的价格是一个 AirTag 990元，也蛮佛心的。然后4组，那现在消息爆料者也说有一个 S 跟 L， 他不知道是什么差距，后来跟我说是1组跟4组的差距。OK， 那4组的话是3390元。那苹果当然就是希望你一次买4组，或是可能跟人家集资起来一次买4组去分这样子。那它里面是有U1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搭配，比如说有 U1的 iPhone， 然后在你寻找这个装置的时候会更方便。它基本上就可以非常清楚的定位，就是让你知道说它在什么方位。那你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它可能用声音啊，或者是用震动方式去提醒你，就有点像如果你家里有 HomePod， 然后你有更新到最新的版本，你就知道那种越接近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抖动的感觉越来越强，大概是这种感觉。OK， 那隐私的部分，我们先前有在讨论，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担心的部分，它苹果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那苹果其实是有处理到，那它有一个防止恶意被追踪的机制在里面，就是说你不用怕说有人买了这个 AirTag， 那它放在他要追踪的一个人身上，然后让人家可以去找到它，它其实是有一个反追踪的机制在里面。那我觉得这其实看起来应该是蛮有用的。那这个讲法就代表说，这个不能单作为一个追踪的装置啦。那它基本上它主要的目的还是搭配使用者，你有一个 AirTag， 让你注册在你的手机上面。那它的重点就是在于说，这个 AirTag 跟你分开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提醒的装置。那你要去找它的时候，你可以使用里面的寻找 App 去寻找它。所以它不是一个可以取代一个，比如说苹果手表追踪啊，或者手机追踪的一个东西。那它的使用的电池是一般的纽扣电池 CR2032，它的电量可以超过1年，所以它没有办法另外去用无线充电。那除了这个 Tag 本身以外，你可能要放在一个什么钥匙圈啊或者皮套里面。那它这次有出爱马仕的皮套。那起价是8990元起跳，然后这个价格并没有含 AirTag， 你要另外再买。那如果你觉得爱马仕的钥匙圈或者这些皮套太贵的话，那苹果也有出原厂的，要价1190元。对。真的被我乌鸦嘴说中，它的配件会比 AirTag 本身还要贵。那这个产品我应该也是会买来玩一玩评测，然后再来多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下一个就是我们期待很久的 iMac iMac 全新设计的 iMac。那我们先前的消息是说可能会有24跟31，然后会搭配 M1X 的晶片。那这次是没有，这次只有 M1 的晶片在里面。那这 M1 的晶片就像我们先前的 MacBook Air 啊、MacBook Pro 还有 Mini 的一模一样的晶片。那它颜色的选择是非常多，是有红橙黄绿蓝银色还有紫色，对，非常多的颜色让你选择。那整体的设计我当初在直播的时候，观众的反应是蛮两极的，有人就说还不错，有人就说很丑。那我们期待那个全萤幕啊没有下巴的设计是没有看到，它目前还是有下巴在。那它下巴的地方，它有解释说为什么会有下巴在，因为它其实萤幕做得非常薄，等于说整个 iMac 萤幕的部分，这个框的部分就是只有 1.15 公分厚，所以呢，它必须要把比如说它的主机板啊，还有喇叭什么放在下巴的地方，那帮助它散热，还有声音的地方可以出来。它希望做出一台很薄的电脑，所以它用厚度去取舍，然后去保留它的下巴。那这样的设计的选择，是不是每个使用者都会希望看到？我觉得倒是还好，我个人觉得没有很丑啦，可是就是有一些比较怪的颜色。搭配起来会比较怪，就像它的框框的部分，萤幕的地方还是白框，那这个就是可能等我看到实体，然后看个人喜好，看大家觉得怎么样。那它的价格是39900元到51900元起跳那这个起跳就是说它有3个不同的规格，那3个不同的规格就是它里面的晶片处理器还有它的硬碟的差别，那可以再去搭配。那它的萤幕的解析度是 4.5K， 很遗憾这次还没有 Mini LED 在这台上面，所以我们可能要再等下一台或是 iMac Pro 上面。那它上面的 iSight 的相机更新到 1080p， 对，终于有一个 HD 的相机在上面。那他们说这一次的相机会有其他的功能在里面，就像它有演算法去让你平常在做 FaceTime 或者在拍照的时候可以拍出更漂亮的照片。那其实这样的处理方式我们先前在 iPhone 上面都看过非常多，那现在它把它放在电脑上面。 OK， 那它的键盘，它的配件有 Touch ID 的键盘可以选择，配件可以搭配不一样的颜色。 OK， 但它触控板跟滑鼠都能选择你自己要的颜色。很遗憾的就是萤幕的部分还是
是一样只能调整就是仰望的角度，它不能去调整它上下的高度。那下一个产品呢就是 Apple TV 4K，OK， 那它的价格是32GB 是5590元台币，那64GB 是6190元台币，对，不是 6K 不是 8K 就是 4K。那它里面晶片换成 A12 的晶片，那这个先前也有消息传出来说是 A12， 那我们当初讨论结果就觉得说为什么要更新成 A12， 除非它不是一个大更新。那这次看起来它就是基本上算是一个比较小的更新，就是更新里面的处理器，而且我个人觉得不是一个很有诚意的更新。那这次的重点我觉得比较是放在它新的遥控器上面。那我们先前的影片有讲到，消息来源说这个会像一个以前的 iPad， 那现在看起来还真的是真的。OK， 就是说它有一个圆形的地方让你去转。OK， 你可以像操控 iPad 一样的去转它。那它圆形上面还是有4个方向键的按钮可以让你去按。那它整个圆形键的上面，它中间的键的地方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触控板，可以让你自由去移动。就它操控的方式，我觉得更灵活、更方便了。Siri 的键是在侧边 ，OK， 它把它改到侧边。那它也终于有了静音键，还有电源键，可以去开启你的电视。那我觉得 Siri 键在旁边感觉好像更容易去误触到，手去抓它的时候就更容易去触到。可我们还要等我们实际买来之后看。看测试它按钮的感觉会不会让你容易去按到它。那这台并不是我们像先前所期待Apple TV 会结合 HomePod 的那一台，那也不是我们先前期待说苹果会推出一个比较高规的 Apple TV 可以搭配 Apple Arcade Plus， 就是有一些 3A 大作会放在 Apple TV 上面，那这个就不会是那一台。那以这一次的晶片更新起来，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个过渡期的一个小更新啊。我觉得毕竟这个市场也不是苹果太在意的，因为以 Apple TV 来讲，现在很多新的电视都直接有 Apple TV 的 App 在上面，那所以苹果现在着重于比较是内容的市场来讲的话，它其实在手机上啊、平板上、电脑上，甚至 Apple TV 的 App 上面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内容，所以它可能单在这个装置上面，它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思考这个东西。OK， 好，那再来就是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关于新的 iPad Pro， 我们先前基本上所有其他的规格都猜到。那在这个发表会前，有人讲出一个爆料消息说，iPad Pro 跟 iMac 会有一样的处理器，这是不是很疯狂的一件事情？对，这个就是现在真的发生了。现在新的 iPad Pro 里面搭载的处理器就是 M1 的处理器。OK， 那它有11寸跟 12.9 寸的，那它这一次有 128GB 起跳。那11寸的 128GB 是24,900，这个非常合理的价格。那基本上也是一个最低的价格，可以让你去买到一个带有 M1 处理器的苹果装置。OK， 那 12.9 寸的话 128GB 是34,900元台币起跳。OK， 那它记忆体的部分有 8GB 到 16GB， 可是这个不是让你自己去选配的。如果你要有 16GB 的记忆体的话，你就必须买到1TB 以上的 SSD。那里面当然就是 M1 的晶片。那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它的 Mini LED， 对，我们谣传已久的 Mini LED 萤幕终于出现在上面。那可是它是一样，就像我们讲的，只有在 12.9 寸上面。那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有 5G， 如果你选择是有行动数据的版本的话，它上面就有 5G。那苹果有解释很多，就是说这个 M1 的晶片怎么让它的影像处理更好啊，照片处理更好，什么这些你们可以再细去看。我们先前传出2个新的东西，就是新的 Magic Keyboard， 新的键盘。还有它新的 Apple Pencil， 那这2个是没有看到。那可是我觉得这个也要等这一次新版本出来，看看这次新的键盘拆开来之后，里面有没有一些改变。那新的 Apple Pencil 其实先前消息来源就跟我说，这个并不是一个 Apple Pencil 3，它是跟先前一样的版本，所以我们就要看看说是不是这一次新版出来的 Apple Pencil 里面有一些改变。那据来源的讲法，可能是有一点 cost down 这样子。OK， 好，那最后的产品就是全新的 iPhone 的颜色。那这个部分其实先前的消息来源也有跟我们讲过了说今年的 iPhone 会推出一个新颜色去刺激它的销售量。那我最后也去追问他说是什么颜色，他跟我说是紫色。然后当时听着有点半信半疑，我觉得紫色这个颜色感觉好像，我个人虽然是一个紫色控可是我就觉得好像普遍来讲这不会是一个那么讨好的颜色，可是就是只有在 iPhone 12跟12 mini 上面。那这个也很合理，因为iPhone 12 mini 的销售量并没有达到苹果的预期，所以可能这个新颜色也是为了救它一个低迷的销售量这样子。然后它发表会里面还有提到一些苹果信用卡的一些新功能可是台湾目前是没有。那还有提到会开始有订阅收费制的 Podcast， 那这个部分我也没有那么大的研究跟兴趣。那整体发表会我觉得看下来的感觉就是节奏抓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它的拍摄品质跟它拍摄的水准真的是一次比一次都还要高。那看的是，如果你是喜欢看摄影，看它怎么去拍这些过场这些东西，我觉得会看得蛮过瘾的。那更尤其是 AirTag
AirTag 的广告，我觉得它在整体艺术啊都有达到苹果一贯的高水准。那这个我觉得蛮值得去看这个广告的。OK， 那整个发表会我觉得就是在 iMac 的地方，我觉得有一点点拖延的感觉。它很多部分都只是在讲说iMac 怎么跟苹果装置可以搭配在一起，可是这个其实并不是 iMac 独有的。那另外他在讲 M1 晶片怎么样？那 M1 晶片我们也是去年就已经看到它能做到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有点拖延。如果你要强调 M1 在 iPad Pro 上面做了什么，是会有一点稀奇感啊。可是如果说你把它放在 Mac 上面的话，那基本上跟去年出来的 M1 Mac 都是一样的。OK， 那大致上这个懒人包就是很快速分享这些东西。最期待的 M1 X 的 iMac 是没有出来，那我们也会再去问看是什么原因。那会不会说我们可能在6月的时候会看到？因为我们毕竟现在也是有看到 iMac Pro 是停产这个状态。好，那我就很快录这个懒人包给你看。那其他的产品的细节我会再慢慢回来跟大家分享。那可能是购买的建议啊，或者是我买了之后使用的一些感想。OK， 所以你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然后这个影片的字幕我会尽快补上。OK， 那我是苹果店，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It's not a game, it's a rich thing.